安，我的朋友，我是永永。现在开始，你可以把我的分身账号带回家咯，详细资讯请看说明栏。安，我的朋友，我是阿鲁米。这次基础型材料包的制作单元呢，是关于双关节。在开始制作双关节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双关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它要叫双关节？那个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 model。它是我照我们家猫咪女女做的娃，那它就是全身单关节的设计。那像这样子，每一个部位的关节就是这样一颗球一颗球，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单关节。它的这个关节的结构只有一组，这边是关节槽，然后这边是关节球，这样算一组。每一个连接部位只有一组这样的关节的话，这样我们就称呼它叫做单关节的 BJD。双关节呢，就是像这样。会有两组关节的结构，像这边一组，这边关节没有关节槽，然后这边一个关节，然后这边一个关节槽，这样子的结构我们就会说它是双关节的结构。做双关节的功能是什么呢？像我们一般的来说，单关节这个 L 角，它最大的角度通常就是90度，手啊或脚的动作就是呈现这样90度的动作，比较难说还要再弯进去，因为它里面就是 L 角的结构，所以它能弯的角度就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如果是双关节的话，因为有两组 L 槽嘛，所以说它可以这一边也转到90度，那这边也转到90度，之后它这里的折角就会变成这样，动作的话就可以更丰富。这就是双关节主要的功能。整只娃娃会用到双关节的部位呢，大致上是手肘的关节跟膝盖的这个关节，还有一个就是大腿的这个关节。那阿鲁米的娃娃比较特殊的是，我会在手臂这边也开一个，但是这个就比较少人这样做，就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所以这支影片就先不谈到这个关节，就是我们的手肘啊、膝盖跟大腿关节的部分。有了双关节呢，动作上就是手可以抬得更高，就是可以做到像这样子捧脸啊，或者是碰到自己的头发的动作。膝盖开了双关节之后，就可以做一些跪姿啊，就是这样子小腿的部分贴上来的动作。大腿双关节开了之后，就可以把大腿抬起来，可以让动作更多元一点。那双关节大致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制作的部分吧。那这次示范也是以白色的基础型作为示范。那我们要制作关节呢，也跟单关节一开始的动作都一样，我们要先找出我们要把整只腿分成小腿跟大腿的那条线，就是从膝盖的位置先抓一圈，然后另外一只脚对一下，找出等高的位置画一圈，手是找手肘的位置，记号画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切开，一样也是先轻轻的画一圈，画出刀痕的记号，然后再让刀子沿着这个第一道的刀痕慢慢深入。哦，对，因为怕大家切开之后找不到原本的那个对齐位置的话，可以在还没断开之前先这样子上下两侧都做出记号，这样等一下切开之后，只要再对回这一条线就是原始的位置。好，那我们就把全部都切开。那底下这一块海绵就是为了让这个零件不要直接撞在桌面上呢，可以铺一个洗碗的海绵或者是抹布来做中间的缓冲，这样就可以放心的用力压它了。好了，那现在我切完了，这边是膝盖，就是我们人正面朝着我们，这里是前面的部分，然后这边是后面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脚是这样子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边挖出可以让关节活动的凹槽。那因为这一次是双关节，所以我们需要的凹槽会比单关节再长一点点，抓一个比正圆再长一点点的椭圆。先不要一口气抓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到时候补起来比较麻烦，不够的话还可以再修。那我现在椭圆大致上是抓这样，那我就把它这边都不要，就把它割掉。割掉之后会像这样。然后手的部分也一样，抓出椭圆形。那
那现在这样就全部割开了那个洞。那像一开始说的双关节，就是这边一个会有2组关节，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节会独立的分开在中间，然后我们上下这2个都是关节球做的部分都需要打包，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有1、2、3、4、5、6、7、8个零件要打包，那我们就开始打包吧。那一样就是内部让它空间大一点点，把它削薄一点，然后也要注意一下结构问题，不要薄到就是碰到就会裂掉这样。好，手的部分完成了，土壁比较厚，你就很难把一颗大大的关节完整的藏在里面。好了，那因为现在零件会更多，所以搞混之前还是先把左右边的记号做一下，我写在里面，做关节比较不会干扰到的地方，就是 L 跟 R 的记号。现在我们已经把要切的部分都切完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用粘土来制作关节本了。先从手的关节，那这个一开始的作业其实很简单。那我的做法呢，我会直接搓成一颗椭圆形的球，然后再修整成适合就是关节动向的形状，这样。像我现在就搓了一条比较长的圆形，放过来看看，放看看可不可以合上臂跟下臂，因为它要连接这个上臂跟下臂嘛。现在目前的这个宽度是差不多，但是这边有一点分开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球球缩短，这个球球要的长度呢，把它调成你要抬上来的动作。那如果这个球球的长度够你把它两边这样子抬上来的话，才够长。像现在它其实还有一点点偏短，不过没关系，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要先做出关节球的雏形，永远都是那一句话，粘土太软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很细致的雕塑，所以我们会先等它干掉之后再去整理它的形状。然后另外一只手的关节，我就直接照这一颗的尺寸去做。那因为这些关节球里面也是需要穿松紧绳，趁它软的时候把它钻开一个洞。那因为我这支示范是幼幼啦，体型比较小，所以在钻的时候要更小心一点，很容易变形，注意一下。或者是换成比较细的竹签也可以。那现在穿过去就是这样，我就把它放到旁边。等它硬一点，我们再来整理它的形状，让它符合我们要的结构的样子。一样的动作再来做脚的部分，也是搓出长椭圆，塞到关节里面试试看。那如果你要塞的时候，发现里面这里有一些像这样比较凸的，然后导致那个球球很难进去的话，可以再适量的打薄一点，就把那些凸点先都切掉。我们现在先抓住宽度，宽度差不多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长度。好，那长度这样子也差不多，就是可以让它拱起来之后，这边的长度是够的，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颗就跟着它的尺寸。然后基本上我只要是做到双关节，我的关节就不太会做正圆的形状，因为正圆其实有点难2颗然后大大的塞进去这么深的地方，因为为了要那个折起来的角度，我们的关节会长得偏长一点。那如果2颗都很圆的话，那个关节球会胖到塞不进大腿或小腿的零件里面，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点扁的，我会做的比较扁一点点，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圆形，这样就是我比较习惯的做法啦。那像是那些会做成正圆的，通常都是做那种比较外露型的关节，膝盖啊或者是手肘的位置，就是会有2个比较大的关节球在那边。那我的话，我都是习惯做比较内藏式的关节，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样子咯。中空孔先钻开。那大腿关节也有2种。一种是像这样，第2颗关节是隐藏的，就是它已经是整个顺顺的线条，但是其实它是割开，然后里面有藏着另外一颗球。那也有另外一种做法是，就像是2颗圆球的样子，或者是一个长椭圆的样子。那我们这次的示范就跟其他的这些关节一样，我们用长椭圆的方式示范。这边也要塞关节嘛，所以这里也打薄一点。好，我现在把这个关节球也是搓成椭圆一点点，我对一下。然后长度也是，就是你把它抬起来看看那个长度是不是可以让你的零件到达你要的角度，
不行的话就再增加。目前的雏形就是先这样。那现在没有很圆也没关系啦，干掉再修是最方便的，佛系做娃，什么都干掉再修就好了。好了，那现在我们6个关节的雏形都已经先弄出来了，就等它们干燥之后，我们再来慢慢处理细部。现在是关节差不多外表干燥了，要把所有的关节都修到可以塞进我们的关节槽里面。搓这个椭圆的时候，头尾都不会很圆，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搓了。所以我现在是用120号的砂纸把它圆弧度抓出来，然后不时的可以对对看它该放进去的关节槽。然后有时候我们关节放上来会觉得它整个关节球有点偏外面，那就是这里的弧度不够过去的问题，所以就可以把这里再削薄一点点。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在这个关节这里刮出一个槽，让这个关节可以密合的更好，有一个弧度，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更贴进来这个关节里面。然后也把腿这边拿来对对看，看能不能好好的动。那现在它这样子抬起来角度直到这样，那如果想要更上来的角度的话，这一颗球球就要再做更长，然后换另外一边。然后屁股一样修一下，打磨的方式或切削的方式，让这些关节球可以塞进我们要塞的地方。那像这个比较大颗的球，可能里面还没有完全硬，所以如果你切的比较深之后，磨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对一下这边，然后这里也可以磨一下，要衔接的地方都要一边整理一边对，然后让它们可以完美的吻合在一起。反正做关节的部分就是这样，就一直改一直对，一直改一直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秘诀，就是花时间一直对形状。然后觉得关节塞不进去就再打薄一点，会不会太厚？太厚就打薄这里，然后如果这里已经很薄了，就再把关节球缩小。那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把关节形状修出来之后，我就把我们要的关节槽的位置找出来，因为我们的动作是往这个方向，那这大腿是往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槽都是往这边是后面嘛，往前面开。我们要等它比较干燥一点才能修大部分的部分，所以我这次有把关节放得比较干，所以在切这个槽的时候会比较难切，小心切，慢慢切。你现在切完之后会长这样，然后你可以把它抬上来，然后你从上面的洞看说，就是那个 L 槽的端点这边可不可以看得到。如果看不到的话，就表示你开的高度太早了，那可能到时候拉线之后就动作做不出来。画另外一颗的时候可以2颗一起对着看一下刚刚拉的长度是多少。好，那这就是我们大腿这边的关节。那因为我大腿这边是做外露式的关节，那它其实会对你整体娃的身高有一点影响，因为它这边多露了一节，就等于是增加长度。如果你不希望这个长度有改变的话，就可以把大腿上缘这边的图就削掉一圈，让大腿这边变短，就是这边增加的长度就跟这边缩减长度可以互相抵消，就不会长太高了，就会变成原本设计的高度。比一下2只脚的长度，那在比的时候，你记得这个骨盆的位置要拉正哦，不然你会觉得好像长短腿很严重，但其实是你的骨盆歪一边。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手肘的双关节。那除了大腿以外，其他的双关节都是要塞进去整个结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整理的更花时间一点。好，那现在我是要把它整个塞进去，但是它很明显的是太胖了嘛，所以我要把它缩小一点。好，我现在先画一条线，让大家知道这一面是这边的是露出来的这一边。那因为这一边其实我们有留一个洞让它可以出来，所以这里的厚度其实不用改。那我们现在要缩小的部分就是从它的侧边2侧去把它变窄，变窄一点它就可以塞进去手臂里面。
磨过之后它就可以进来了。这边的上开的弧度跟它有点不太合，我可以再把它修一下，就是它开口还是太窄了，会让它不好动。那现在开口打开之后，它就变成这样，就可以很顺的塞进来这里。那我们来看下面我也先把这边弄开一点。好，现在关节的宽度是 OK 的，但是它的长度让它没办法密合，那我们就再把它的边边再整理整理。然后这个里面也是可以用砂纸磨一下。那你看修整之后，目前的状态是已经越来越可以合起来了。那我现在来看看可动的部分。那我觉得可动的部分好像就是关节不够长，让它的角度没有办法完全的拱上来，所以我想要再把关节球增长一点。然后你在增加这个长度的时候，那个土就去控制不要超过刚刚已经磨窄的这个宽度，才不会等一下又塞不回去我们的手臂里面。好，现在的长度是这样，那我们手臂就可以抬到大概这个高度。我先放在旁边，换另外一颗。然后我一样先画出记号线，然后把这里打宽一点。做双关节是一件蛮花时间的事情，它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你要怎么去调整关节跟关节的槽，让它们密合，然后又动得顺，这样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整理这些事情。一样把侧边两边打薄，然后打薄之后塞塞看，这里还是有点胖。好，现在是已经完全塞进去了，然后看一下长度，那一样也是长度比较不够，我再增加一点点。那像这边有加土的地方，也是可以用我们的竹签再把它那个要中空的孔留出来。那这边有加土的部分，我们就先放到旁边等它干燥。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膝盖的关节，这膝盖的关节做起来就是跟手肘会差不多，它也是要内长式的。那我也是先把这里的开口再开大一点，然后好，我一样也是画出记号，然后我把这两侧打薄一点，然后放看。好，那我们现在是宽度已经差不多塞进去了，但是它大腿跟小腿这里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上下两个端点再更进去我们的关节一点。那可以看到齁，这里跟这里打架的地方是这一坨比较凸的土块，让它不能再更进去，那我就直接把这一块比较凸的位置削掉，然后让它削出一个圆弧。那我们再试试看它是不是能更进去了，跟刚刚的距离相比就再更深入了一点。那下面我们也做一样的动作，这样塞进来之后，这边的宽度其实有跟这边的厚度不太合，那我们两边都整理一下。然后我现在要把这边再做圆弧一点，可以让它缩小一点，但是又不影响结构。在修整这个关节球要让它塞得进大小腿的时候，你什么角度都可以去试着调看什么有没有办法塞得更进去，但是就是不要砍它的长度，没有足够的长度就做不出你要的角度的动作了。好，现在是已经完全塞进去了，不过它这里看起来开口有点歪歪的，所以它的关节球也歪歪的，然后把它校正回来。那目前就是这样，这个关节已经可以进去了。我是觉得好像还是可以再长一点，顺便把一些比较凹的刀痕都补一下。我的习惯是加长上去的长度，就让它小小的就好，有拉长的效果，但是不要去影响到宽度啊、厚度跟这些可能会卡到其他零件的部分，我就不要去动它。然后就一样的步骤换另外一只脚。你给你们看一下，看，其实我们每次修改关节都可以把关节改的差超多，这个是修改过的，这是没有改的，整个厚度跟形状都已经不一样了。那其实另外一只脚的这个弧度已经抓的差不多了，把它对在一起，然后作为一个参考，这样做起来会比较方便，也可以比较对称。
然后我在切这个关节让它变窄的时候，会顺便去校正说我们一开始粘土捏可能会有形状不是很对称，有一点这边比较凸这边比较凸的状况，我就会把它尽量抓得对称一点，然后再把它磨一磨。双关节的制作难度就是一定会比单关节再高一点，也要有更多的耐心。就是我把侧边打薄之后，就是因为有刀切，所以它会看起来变得比较方，就可以拿这个砂纸在这一面跟这一面中间那个棱角线多抹几下，它就可以再出现圆弧。米粒塞奶到快摔下去了。好，现在宽度已经够窄了，一样我们要把这里上缘跟上缘打架的这个凸点去掉。好，现在上缘切掉了，就对进来看看。这两块比较凸，所以进不去，我再削一点。没有办法，你一开始制作就一看就知道，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可能需要多修补几次，你才能越来越精准的去抓到说我这个关节这边放不下是为什么，我需要修改哪里。其实它也是蛮吃经验的。然后把这边的壁面也整理一下，很像现在这样就吻合多了。那现在这边的关节是可以好好的放进去了，两颗关节的长度拉长一点，不是补了这个长度吗？现在应该已经比较干燥一点，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手肘的这个关节的槽割出来。像这个粘土已经放了2天了，尤其是这么小的零件差不多硬完了，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慢慢的这样压进去。居然还是有点软，太好了，没有割到很崩溃。关节都要往这边弯，所以槽是往这个方向这样进来，开在露出来的那一面哦。我是有画了一个记号。膝盖这2颗刚刚补的土还有一点软，所以我可能会等它再干一点再来切我们的关节槽。之后要做的步骤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幅度的把这些关节都缩小，让它塞得进去。塞进去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缝隙，就是没有办法很贴合的地方，我们就需要再增加一点点土来让它比较贴合，还有强化一下它的那些内部结构的部分。就跟做腰关节的时候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它现在拆成3个零件，这个零件上对下拉了松紧带之后都会有这种压进去的压力，所以像壁面这种合模的地方就会变得比较危险。我们趁现在等待这个刚刚补上去的关节长度还没干燥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里面的这个压模线什么的都加强一下，像是把粘土塞进去粘在合模线的位置，还有你觉得有一些地方削得太薄，或者是让你觉得太薄的地方都可以增厚，都可以去强化，避免组装之后裂开啊崩开什么的。像大腿这边是比较好伸进去，小腿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工具，用工具的时候我们就先搓一条土，也是先直接放进来材料包里面的工具，然后沾水去把它抹开，轻轻的去画它。那现在内部强化差不多，我们再回来看关节球已经可以了，那我就把它在这一面画出2个槽。我这些关节都是差不多放了1天半，外面不会说你一碰到它就变形，但是它里面的土还是有一点半软，所以还蛮好切，所以大家也可以关节雏形放了1天半之后再来整理，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觉得双关节的制作最令人困扰的地方，这个关节要拉多长，要怎么把这么长的关节塞进去腿或者是手里面，我们在制作双关节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我们再复习一次，那这个双关节的长度呢，就是抓大腿跟小腿折起来的这个弧度所需要的长度，就是你的双关节需要的长度。我们做完双关节雏形之后，确定好它的长度之后，
在不改变关节长度的状况下，我们要让它塞得进大腿跟小腿里面，大致上有3种方式。第一个是改变它的形状，原本是整个椭圆嘛，为了要让它这个尾巴的角缩小，所以我有把它的形状缩起来。然后再来就是要整理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壁，如果有任何突出物会跟关节打架的话，我们都需要把它修掉，修到可以好好的包覆我们的关节，然后让它藏在里面。再来就是开口，双关节的 BJD 它的关节这里的圆弧开口很明显的是比这种单关节的还要大，你要开口这么大才有办法让2个圆弧在这里动。这3个点就是调整双关节的重点。那我们这边已经做到可以塞进去，可以吻合手脚的关节之后，就把它组装起来。比较简单的组装，我就没有用到整条线这样组装，我里面只有这边一条橡皮筋，这边一条橡皮筋，然后这边一条橡皮筋。然后组装完之后，你去试试看你做的关节有没有办法让它做到你原本预想的动作，不行的话就还要再调整。 OK 的话就表示你的关节机能上是没有问题。那我这颗关节的话是现在长度也本身比较短，所以没有办法做到真的很上扬的角度啦。膝盖的关节是这样，跟单关节可以做的弧度就有差别，它的极限是这样，它有到这样。那如果关节做的更长的话，它的回来的角度可以再更大。然后手也是，目前的关节可以让它的手反折角度到这样。那我这次的示范就差不多做到这样。如果大家想要再尝试更进来的角度的话，可以再把关节做长一点，只是在调整说让它塞进去的过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在试组然后这样子折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关节其实够长，但是这一块跟这一块这里有点打架，导致它折不回来的话，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边边再打薄一点点，但是不要打太薄，打太薄会破掉。现在2边都削了一点折角进去，我再把它折起来之后，它就会更贴起来。这边的角度是这样，那这边的角度就是只有这样。那一样的道理，其他的部位其实也可以做，可以把这边大腿的要抬上来会撞到的地方打薄一点，还有这个就是上缘这里把它打薄一点点，让它的角度更好贴合。这里有一个弧嘛，那我想要让它贴得更紧密的话，把大腿这里切掉一个弧度，这边还是平的，这里有一个下弧，这样子它上去的角度就更上去，可以这样慢慢调整，慢慢试试看。其实我觉得做关节这种事情是真的是蛮没有标准答案的啦。我是不觉得做关节一定要求到什么一定要圆形啊，一定要有什么做法，一定要有什么过程去做才对。我就是觉得反正就是慢慢调整，调到自己想要的最重要。那我这边再打薄一点点，这边削了一点，然后这边也削了一点，想要让它的拱起来的角度更上来。我的双关节的长度我就不再去调整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把那个关节削得比较窄，为了伸进去，现在会发现它跟旁边的壁面有一些空隙。那这个空隙其实在手臂还好，但是在脚的话，它比较会这样晃，就可能会影响它的站立。所以我现在是想要把这边的缝隙填起来，我不想要去动关节的大小，我就单纯动这边的壁面就好，把它解开。我只需要补侧面就好，正面这边不要动到，不然关节又带不回去。我们刚才不是这边打薄吗？那我怕它结构不太稳，所以我从里面也增加一点点厚度加强。那也不要加太厚，以免那个关节塞不回去。看哪一块是最需要补，像这里就是这角落的缝隙最大。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有没有，去看说哪里有缝隙的地方。那现在腿这边在等干嘛？那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关节的左右对称。这个关节如果左右不太对称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下面这个关节扭一个角度，上面的关节扭一个角度，那你的腿就是上下就不太直这样。所以对称还是稍微抓一下，虽然不用到很精准，但是让它平均一点会比较好，就比较不影响娃娃的可动性跟直立。像这边比较凹陷。然后手这边也是一样，然后也是这里关节放上去，这周边有缝隙的地方可以强化一下，避免我们的壁面太薄受损。
像这样有没有很明显的关节是形状不是很对称，所以这样子放上来的时候，就会这边形状凸凸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关节需要再细修一下对称的部分。像我真的觉得它突出太多了，所以我直接用刀子把它削掉，然后再用砂纸去修。而且这关节都长得一样，很容易搞不清楚他是谁家的小孩，所以也可以做个记号。像这个关节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就是厚度不太对称，我也是趁现在把它修一修，就跟刚刚说的那个双关节重点一样，就是用这3种方式来让我们的关节跟这个关节做越来越贴合。这个手臂的臂面很小，所以补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这开口的弧度也有点不对称，所以我再修一下。有时候卡住的地方可能不在上面的这些臂面，是在比较下面的臂面，也可以注意一下。修整过关节跟这个臂面的密合度之后，现在它已经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多很大的缝隙。那目前这样的关节就是差不多好了，就你们大家可以一边修一边看看有没有办法达到你们理想的可动性啊、弯折的角度啊，还有形状。因为双关节其实做法有很多种，它形式也有很多种，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一种，然后就是重复刚刚的那些修整的方式去达到理想的双关节的功能跟外观。我刚才提到说双关节做法其实有很多种，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次可以来做另外一种，应该说比较简单吗？它会比较像是单关节做法，然后只是做2次，就跟这样子的关节在里面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下一次可以来做做看。那最后呢，我想要再提醒一个点，我们膝盖的关节会比手肘的关节重要的地方是那个娃娃的脚需要站立，所以它的稳定性比较重要。组装起来之后发现你的这里很容易滑动的话，就有可能是你这个角度这边开得太斜了，所以它很容易就掉下来。那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土在这个凹槽的下缘这里，让它不要那么斜，有一点弧度出来之后，它可以卡得比较紧，就不会有软脚的问题。那这次这种像面包形状的双关节的制作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再来做单关节乘以2的那一种版本的双关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拜拜。这个形状是什么？面包吗？好像蛮像的。那我该称呼它什么？面包双关节。乱取名字。